Hello， 大家好，我是怡言。在11月7日就是国际服的更新了，在今天官方也是发布了更新抢先看影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更新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首先是属于手机玩家或者是平板玩家的更新，在游戏中增加了快捷战斗键，在开启之后，玩家只是需要点击地图上的敌人之后就会发动攻击。就是说之后手机跟平板玩家就可以像电脑用户一样的操作方式了，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他要用电脑来演示啦各位可以明显看到他其实是用鼠标来操作的，不过这个操作方式确实会提升手机玩家的游戏体验。下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有跟其他的阵营外交合作，就是有盟友关系的话，时常会误点到他们，会攻击到我们自己的盟友。在更新之后就会有过滤功能，可以过滤掉我们自己的盟友，不会误打到他们。同时间之前也是有不少的玩家投诉说一直不断的攻击到建筑物，你也可以把攻击建筑物这个选项取消掉，只会攻击到支援点或者是野蛮人，当然你也可以全部都点掉，只会攻击敌人而已。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呢？假设说你是优势方的话，你时常会走到敌人的营地里面去啊，可能会在他们的城市附近走动的话，很容易攻击到他们的城市。在取消勾选之后，就会大大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不会让其他的队友无端端的就被城市的 AOE 统帅打到，减少更多的阵亡。假设在更新之后，你们发现到没有办法用点击的方式点到敌人的话，你们是可能没有开到这个快捷战斗的功能。如果没有把这个功能开启的话，你就只能用拉的方式拉动你的部队。假设你们的设置是已经开启了激战行军，你们只是需要长按地面，它就会自动激战行军了。接下来也是设置的问题，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游戏卡顿的问题。在游戏中增加了过滤功能，当简化模式和过滤功能同时开启的时候，简化模式仍然会独立运行，但会被暂时收纳进过滤模式的设置中。这个模式只会在大地图还有埃及之战的战场中生效。在开启之后，就可以在游戏画面的左下角选择，这里可以选择过滤掉玩家的名字、头像、部队，连地图标记也可以过滤掉，并且不管是敌人、友军还是我方的名字都可以过滤掉。也可以选择不要过滤友军，可以看到自己队友的名字，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如果你们还是觉得卡顿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去游戏中设置画质的部分，可以调整战斗特效质量，减少更多技能特效的输出，就会让你们的手机不会这么卡顿。下一个就是时常有观众问到我的巅峰期朗纳尔到底要怎样获得。其实巅峰期朗纳尔你们要拿到本体的话是免费的，但是也只能获得10颗头而已。你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想要继续获得更多雕像的话，你就只能花钱去购买。就像这张图片后面你们可以看到，要花30块人民币才可以去买到10颗朗纳尔的雕像，但这个是陆续解锁的，不是马上解锁的。像第2天就可以获得水晶钥匙、加速还有一些资源，第3天也是差不多，第4天就要花68块人民币，第5天免费，第6天免费，第7天就要花128块，第8天免费，第9天128，第10天可以获得10颗雕像免费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要不要购买也可以啊，因为官方都是直接送10颗雕像而已啊。当然如果你是不想要花你的通用金头的话，就可以用购买的方式去获得。但假设说你不想要花钱的话，当然你可以直接投资你大量的通用金头下去，直接把它给觉醒，完全不需要花钱。所以这个问题就取决于玩家到底有没有多余的金头而已。当然你不想要去觉醒这个统帅也是可以。当然我也是知道大家的想法，就是朗纳尔居然是要用钱去买的，可能会不满意。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好，官方一开始都是有免费送朗纳尔的，而且后面购买也不是强制性的，只是看玩家要如何去决定而已。同时间如果你们在这个时期培养朗纳尔，把金头投资下去的话，也可以获得其他的东西。那这边从上到下是花10颗雕像、50颗雕像、100颗雕像、150颗雕像，还有200颗雕像可以获得的东西。里面的奖励包括一些宝石、资源、材料、加速天赋卷、技能重置卷，还有金色的星星等等。但是值不值得为了这些奖励而花金头去培养朗纳尔呢？这个就见仁见智啦。不过我觉得巅峰期朗纳尔其实还是蛮强的，所以我觉得花金头在他身上其实是不亏的，尤其对于那些本来就想要把巅峰朗纳尔觉醒的玩家。接下来就是新版的埃及之战，就是15位玩家对上15位玩家的战斗，但是地图的改动跟我之前介绍的有一点不太一样。灵柩的位置依然是在中间，但是火神庙的位置全部都在赛特阵营那边，生命之泉全部都属于伊西斯的那一方。但是各位你们要仔细看规则，它这里是有说到攻击力、防御力、生命力还有行军速度都会提升，
并不是像我们目前埃及之战的规则里面所说的，只会提升生命值还有行军速度。火神庙的情况也是一样，全部都会提升，不是只有提升攻击力还有防御力而已。但是这个改动只是在 15v15 的战场而已，其他正常的埃及之战依然还是跟回原版的规则。至于要塞，地图上只会出现2个而已，当然其中一个是伊西斯，另外一个是赛特要塞，最后就是方尖碑，各自都有1个而已。因为这个新的地图只有15个玩家可以报名而已，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用到2个方尖碑。同时间也是移除了哨站。再来就是我之前担忧的奖励问题，这里有说到不管你是输还是赢，根据个人积分参赛人员可以获得的奖励，只有个人积分超过8000以上的玩家才可以获得5颗镜头，5000到8000左右获得4颗，2500到5000左右获得3颗。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获得更多的镜头的话，最好还是玩正常的埃及之战。下一个就是奥林匹亚之巅呢，我个人是已经很久没有玩这个地图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去介绍啦我是不专业的主播。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地图上会随机出现旗帜，获得越多的旗帜就会拿到越多的分数。接着新增加了国王技能激励，在使用这个技能之后，在圆形范围之内的近战部队在接下来的5分钟之内，受到所有远程伤害降低 20%， 造成远程反击伤害提升 50%， 冷却时间45分钟。还有驱逐的冷却时间从原本的48个小时变成24个小时。下一个就是移除掉了城市皮肤的 debuff。我在之前有看到一些玩家误会说以为把那些 debuff 变成 buff， 不是，它只是移除掉 debuff 而已，原本 buff 有多少就是多少，变成说现在的皮肤价值会比较高了。接下来就是王国里面会出现40等级的野蛮人了，同时间也会出现8等级的资源点，玩家就不需要一直登录游戏派你的部队出去采集了。最后就是大家不怎么期待的节日活动，因为这一次的活动要么就是花宝石，不然就是要购买礼包而且这一次的皮肤全部都是一些旧的皮肤，其中包括步兵防御力提升 5%， 骑兵攻击力提升 5%， 还有步兵攻击力提升 5%。 也会出现寻找地图宝藏的活动。感恩节餐桌活动，我们必须要收集一些材料制作成一道菜，当然还有包括联盟版本的。最后一个更新我个人也是觉得还蛮满意的，就是你们可以参考其他的玩家有点到哪一些天赋，像这一次的更新之后可以看到有多少百分比的玩家会点选这个天赋，你们就可以跟着去点，就不需要担心自己有没有点错天赋。不过最后官方是没有介绍到这个大地图选项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要等到更新之后我们才可以做测试了，看它更新之后会变成什么样。还有一些更新他们在影片中也是没有介绍到，所以我会等到版本更新之后再做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有什么操作，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当然也希望在这一次更新之后，手机玩家的游戏体验可以提升得更高。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是用平板的玩家，长期的拉扯也是对我来说很痛苦的，手会很累。以上就是这一次感恩节的更新版本抢先看介绍。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觉得有什么比较满意的地方，比较期待的地方，或者是你们觉得有什么东西需要再改进的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